是谁来晚餐？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，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。今天我们拜访的是在国防医学院担任大体老师的陈俊明先生，以及他住在台中清水的家人。2年半前，陈俊明因病过世，他在临终前捐出了他的大体，成为国防医学院的大体老师。这一家人在男主人去做了大体老师之后，又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？陈俊明生前是职业驾驶，57岁时因为小脑栓塞而过世。2016年10月开始当大体老师，已经无法言语的陈俊明，在医学院上课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？这个大体老师曾经动过肝脏的手术，他曾经有部分肝切除，然后是移植他儿子的肝脏。温玉蕊，陈俊明的太太，60岁，个性爽朗，朋友很多，是个乐于助人的大姐头。我跟你讲话，你袂吵我是就歹的款人，无啦。他想邀请的来宾是，这是当初帮我先生换肝的那个谢医师，因为他真的人心仁术，白冰冰、后世新跟沈海龙。儿子陈申凯，35岁，看起来内向，但其实很热情。他是台中港码头货柜检查员，曾经捐肝给爸爸。他们都说叫我自己要想清楚啊，因为这种东西一定会影响一辈子啊。对啊，会比较容易疲劳，比较容易疲惫。对啊。他心目中的来宾名单是相声瓦舍的宋兆清，还有相声瓦舍的冯一刚啊，对，还有李立群，我也很喜欢。女儿陈芷玲，33岁，是个有主见、有想法的网络行销工作者，也是独立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。我觉得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收入来源，不管你今天做什么都好，你才有办法就是有独立自主的一个态度出来。芷玲想请来家里吃饭的是女生我喜欢贾静雯、杨谨华。陈芷玲的独生女璇璇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成员，目前读小学1年级，非常喜爱小动物。那你有办法养啊？你要带她去上厕所然后你还带她去散步对啊，所以呢，在今晚的嘉宾上门前，我们先来认识这家人吧。我们请大家围绕在大体老师的台旁边，请鞠躬。老师好。好，那就开始大家今天的课程。这里是台北国防医学院的大体解剖实验室。今天的男主角陈俊明就是躺在解剖台上的大体老师。他的工作是让这群未来的医生们在他身上做全身各部位的解剖研究。其实以前我没有看过真正的大体，然后结果那时候以为很害怕，可其实真的进来这里以后，其实每次要学习东西非常多。与其说害怕，你是很害怕自己没有把东西学好，这不是在害怕大体。大体老师陈俊明过世前住在台中清水，紫云岩观音庙是他生前常和太太来拜拜的地方。这一天，温玉蕊约了儿子申凯和女儿芷玲一起来上香。也许人家有人会说这是迷信至少我心里会平静，然后碰到什么事情呢，我不会急，我会慢慢的去想，然后去处理，然后就是一些事情就会蛮顺的，就会处理掉这样子。陈俊明卧病的那段日子，温玉蕊常一个人来这里静坐拜拜，求神明保佑先生早日康复。而现在玉蕊心里祈求祝福的人，依然是已经过世的先生。我就是有跟菩萨祈求，让他把他带到他的身边休息，不要让他再受轮回之苦了。然后希望小孩子都能够平安顺利，不要让我再有烦恼了，我才有精神去做别的事情对不对？芷玲没有跟妈妈同住，知道这里是妈妈重要的心灵寄托，依然抽空带了女儿璇璇一起来。想要陪他走一走，然后拜拜一下，让他有心安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看到他心情好，我们心情也会好。对啊。申凯平日很少到公庙走动，但是他很尊重妈妈的信仰。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不会说去很觉得排斥，我觉得这是好事。
对，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灵上的寄托。对。在回程的路上，大家想起小时候爸爸经常开车带着全家出游。像爸爸开大车很厉害呢，他开游览车的时候，每个客人都说：“哦，经常你开这样就搞哦，你真是厉害中的厉害吧？”就是很称赞我爸爸开车，就是对于开车这个部分，我爸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他除了天上飞的啦，飞机啦哈，其他他几乎所有车他都碰过摸过。你可能在某个地方迷路了，你打电话给他，他就会跟你说：“哦，你今晚都会行，你走哪边，你走哪边就可以走过。”但只要坐上别人开的车，陈俊明的职业病就会发作。他说：“你这里要快一点啊，你为什么要？然后你看你都一直开到这个线啊，这个线啊，你这样刹车这样不好。然后连停车的时候，停红灯的时候，他就讲说一定要 N 档。对啊，就是会选择性遗忘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觉得好烦哦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了？俊明生前开游览车，玉蕊担任导游小姐，夫唱妇随的过了20几年。先生过世后，朋友偶尔还是会请玉蕊代班。老赵，像这熟的朋友，我才会有时候需要号就是帮忙一下。一般的司机我很少去跟人家车子啊。现在玉蕊已经很少在接导游工作，因为只要坐上这个老位子，她总会忍不住伤感。我只要一看到车子，我现在想到，然后我一坐到这个位置啊，我受不了，我就真的因为跟这个车也20几年了，然后他都在旁边了，那现在的话就完全就，盯住，因为今天上面有客人要盯住。谈起往事，俊明生前是个重义气的人，他曾经替朋友做保备倒账，一夕之间破产。房子也没了，法拍啊，然后车子也没啦，然后再加上又被朋友倒会啊，这样全部加起来2000呢，然后我等于说全部归零开始。命运的考验不止如此，其实早在结婚后的第5年，俊明就有了外遇，并吵着要和玉蕊离婚。他在那个教练场，在那里做教练。这个女的她学开车，正好是我先生教她。然后那个时候全教练场只有我先生是开车上下班。74年那时候，你要有会开车上下班的，应该算是家里面生活是不错的，才有可能开车上下班。所以可能那个女的误以为她很有钱。原来当时俊明在经济上并不宽裕，只是爱车成痴的他很早就买了车。因为你开台车子，他以为你有钱，等到我说我不跟你离婚，等到他不要你的时候，或者你们2个分开的时候，你再回来，这样就好了，我无所谓。就他就不要，因为那个女的后来跟他讲，叫他一定要离婚啊，说怕我去抓奸。最后玉蕊拗不过俊明的要求，只好答应离婚。但后来外遇对象果然与俊明渐行渐远。1年后，俊明回来找玉蕊复合，却完全变了一个人。1年的时间哦，能够把我一个正常的老公搞到神经病回来，酗酒，然后回来就是骂，然后喝完酒之后就把我当成那个女的骂，就说你不要脸，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就这样骂呀。我相信他在这中间有没有跟那女的在一起，这中间一定受了很多苦啦，要不然他不会这样子啊，整个人完全都变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这样忍下来啊，我就这样做的，这样一忍到他走，这样子，这一路来，他都没有改变，都这样子。然后我弟有一次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姐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耶，你怎么有办法这样子过来呀？如果说换成别人的话，可能早就去自杀了。”我说：“你自杀有用吗？你自杀你还是要你留下来烂摊子谁收啊？你就是面对就好了嘛，对啊。”酒宴嘛摆上来，客官嘛笑颜开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玉蕊为什么这么开心呢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担任医学院大体老师的陈俊明，以及太太玉蕊和子女们的生活。这一天，玉蕊眷村一起长大的好友王静芬来串门子，欢乐的时光让玉蕊暂时忘了先生过世的悲伤。
讲笑话没关系，每次大姐看到我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从我这里先摸起，我就跟他讲说。货真价实，这个真的不是假的。我就这样跟他讲。你们第几个还没有货真价实？你问问我们都是这样子玩在一起的啦，很熟了啦，对，真的很熟。多年来，婚姻的风风雨雨，好友们都看在眼里。王静芬说，玉蕊跟先生吵架时的确很火爆，但恩爱起来也是很甜蜜的。这对夫妻是宝贝夫妻的，哎，吵起来哈，两个人毫不留，恩爱前哈，况而不脱。他很会撒娇哦，他会嗲，在车上都唱小调，对他很会唱，他唱歌唱小调很好听。艳红小曲啊？艳红小曲，他很会唱小调唱歌，酒宴马摆上来，客官嘛笑颜开。小奴家为你歌一曲，诉一诉我的情怀。当玉蕊回忆婚姻中种种酸甜苦辣时，俊明仍静静地躺在解剖台上，身旁播放着英文老歌。你们在帮他做那个的时候有没有？可以放音乐吗？应该是可以。那可以跟老师说。因为他喜欢听英文老歌，我想说你们可不可以？就放。他喜欢听的，然后对。歌单国防医学院为了培养学生对大体老师的感恩之情，早在课程开始前的暑假，就让同学们去拜访大体老师的家庭，了解老师生前的种种故事。那其实他们就有提到，老师其实生前是一个很喜欢尝试很多不同事物的人，然后他也很爱漂亮，然后听说老师很爱跳舞，然后他很喜欢讲英文或是听西洋歌曲。因为玉蕊的特别要求，这也是20几年来第一次有同学在解剖课堂上放音乐呢。就是我们现在是真的走进他人生最后的时段，就是我们还可以参与他最后的生命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当同学们解剖到了消化器官的时候，发现陈老师的肝脏长得跟一般人不太一样，而这也和老师的过去很有关系。一般呢是这样子的三角形，而这个肝脏呢，有点像豆形，这个大李老师曾经动过肝脏的手术。原来当年俊明因为酗酒导致严重的肝硬化，病危之际等不到肝脏捐赠，儿子申凯果决地主动捐肝给爸爸。我其实没有多想我没有多想，我就说好，那就捐啊。医生都已经跟你讲了，你就是等不到嘛，那就很明显的啊，你就是做决定啊，对不对？要或不要，就老爸就只有一个啊，对啊，因为没有他你就不会有我嘛，对啊，所以就捐了嘛。申凯说的云淡风轻，但妹妹芷玲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。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哥哥也很勇敢然后没想到他可以做出这么，对不起然后这么伟大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我哥哥他从小就很疼我，他虽然不懂得表达，可他很疼我。然后当他想要就是捐肝给爸爸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哥，您确定吗？可是如果没有成功或什么的话，你身体会很差而且当时家中还背着沉重的债务，没有能力付医药费，幸好遇到贵人出手帮忙。那西医师说没关系，先救再说，要不然他如果再拖下去，他就真的没命了。就找那个药商去谈，然后就等于算是用试验的名义，然后用给他用那个药物给他用，这样子用试验的，还不错，他还蛮争气的。回来之后有没有恢复得很好？换肝手术成功了，但俊明并没有戒掉烟酒，
连开牛排馆的好友黄龙兴也看不过去。他去我那边吃牛排的时候，吃饱了他就偷跑到外面去，然后就赶快抽烟。我说你干嘛？你儿子的肝已经给你了，你还这样子，不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？他说不会怎么样，哦，我就很气啊，我就叫他儿子出来。我说你这个笨儿子，你干嘛把肝给他？你看你肝给他，他还不会珍惜身体，骂一骂他就赶快就丢掉。可是下一次来还是一样啊。换肝手术让俊明多活了6年。虽然爸爸后来因为小脑栓塞过世，申凯从未后悔捐肝给爸爸，但他和妹妹芷玲对父母的婚姻很有意见。这我懂事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跟他离婚好不好？你们这样吵架很烦，你知道？我们都这么大了，我们可以照顾我们自己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？”他就会想到爸爸没有房子啊，也不知道去哪里住啦，又没有钱，你要他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就说。他都已经这么大的人了，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吗？我们都可以去处理我们自己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帮他想这么多？芷玲认为自己如果是妈妈，应该会选择离婚，但依然非常感谢妈妈的坚持。不过我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了，照顾我们这样子，为了我们，然后为了我们不被就是社会的歧视眼光，所以她选择坚持这个婚姻下去。对，不过受苦的是她啦，对啊。当年丈夫换肝遇到贵人帮助之后，玉蕊下定决心要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尤其是从小在眷村里看着她长大的长辈们。去申请协会，就申请下来之后，我就帮老人家从量血压开始，又同样是眷村改建，然后都移来这里的，所以他们等于也是我的爸爸妈妈一样，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健康快乐，有时候会做一点小游戏，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心情可以开朗一些。要不然的话，他小孩子不在，然后他有时候会想小孩子，会难过。这个等于算是一个交流，也是很好的。照顾这些长辈成了玉蕊现在的生活重心，也可以让她转移心中的挂念。此时，医学院的解剖课进行到腹腔，学生李佳怡想起陈老师生前的故事。有一次出去玩，然后老师就是内急，然后就直接在火车轨道旁边，然后就是上厕所这样。40年前我们就去环岛了，然后在花莲我记得是，然后刚好他肚子不舒服，可是那里很暗，然后他还真的就跑过去了啊，然后就在那边蹲着，结果大概30秒后，火车啦，一列火车从他后面跑过去，然后我们3个在那边是笑死了，因为火车很亮嘛，哇，他就出来就开始上来，等一下上来就开始骂说，我的屁股都被看光了啦。反正他就是都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，让人家你无厘头的事情。因为俊明常有出人意表的举动，所以在学生家访时，黄龙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你们在那个解剖的时候，看看那个脑神经有没有错综复杂、交叉什么的？就是首先就是先回复那个老师的好朋友的问题，就是老师。大脑我觉得看起来都蛮正常的就是那一次要取大脑的过程啊，然后就是因为这真的是花了蛮大的心力，但是还取不出来，然后就后来又请教老师，老师就说其实它下面的一些神经血管啊、一些组织就是连接得蛮好的，这样对吧？所以就是比较难取出来。对。虽然俊明生前做了不少荒唐事，但玉蕊和老朋友们一直知道他是个纯真善良的人。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整体上来讲是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心地善良，然后又很重义气，对家庭也是很有责任感，而且他对我父母很孝顺。我也不懂说我为什么会跟他那么熟那么好，他就好像几乎都比兄弟还好，比什么？因为大家怎么讲，那种感情就是很微妙。因为他这个人等于说没有什么心机啦，他对好人坏人他也不会分，也不会去拿捏，他什么样的朋友他都交，来欺骗他的人，他还是一样，就是让他骗，他是这种人，他心肠，他心地很好。当俊明没有喝醉的时候，是个很疼爱孩子的爸爸。他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我们，
我说我今天去买一个那个什么，你们要不要吃？就打电话来问了。不啊，你今天你们在想，我现在在什么什么地方哦？你要不要吃什么？然后又或者是说我们放个假想去哪边，他就会很想着要带着我们出去玩，因为他就觉得说，假日不应该在家里啊，就应该要出去啊，你们为什么都要在家里呢？所以他就会喜欢带着我们到处去玩，不管去哪里啦，带着我们出去，他就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他每次很像那种很奇怪的动作，然后不然就在那边跳舞跳妞妞舞给我看，然后就是会就逗大家很开心这样，这是爸爸很可爱的点。申凯记得爸爸曾经为了他要学开车，竟然把家里的箱型车卖了。我说拜托，车子那么大台，我怎么开？你去驾训班，你会开箱型车去考驾照哟？结果隔没2天吧，你就看到我们家箱型车不见了，变成一般的小轿车。我说你疯了？他说你不是说太大车不好练吗？来啊，小的啊，来我们来练啊。虽然先生过世已经2年半了，玉蕊仍然保留先生在家里生活的痕迹。吃完饭他就进来房间，他就喜欢这样子靠着，他都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头就在这里磨啊磨，所以这一块有没有？这块就被他磨成这样子。这是他的围巾，他最喜欢这条围巾，这一条他很喜欢，这一条是我以前买给他的，这一顶本来是我的，就他喜欢他就把我拿去戴了，我就给他戴了，他喜欢这一顶。这个也是他的按摩的，他酸痛他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这样子拉。就可以拉到那个穴道有没有点？这些都是他以前的一些东西啦。拿出带团时客户赠送的对表，玉蕊高兴的口气中带着骄傲。对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跑游览车的时候，就我们那个二老板啦，特别交代他们那个会长说，要给我跟我先生一人一个。所以但是我们一起出去的有没有？另外一台车就没有，只有我们有。所以我们那个老板对我跟我先生是很照顾，很好。那时候我跟他结婚的时候，不是有戴金子嘛，首饰、项链那。后来就是因为生意失败，我就把我之前的那些有没有全部就是换线了，因为没有钱生活啊，所以他就带我去选了，然后就买还给我，就叫我要留着啊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又要泡1年，又要割1年，那个很苦啊，所以你不讲。还好你讲想这个，真的是。捐赠大体终究是个令亲友不舍的决定，到底俊明是怎么完成的？别走开，马上回来。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担任大体老师的陈俊明。这一天，解剖到了头颈部，学生们想起家访时师母的叮咛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他很怕痛。不舒服的时候，一点点他就爱被救护了，很漂亮，就这样。然后他很爱漂亮。每次在切的时候就在想说，因为师母都说老师很爱漂亮，他们常常跟我们讲说，你要记得你要轻一点，然后你要对老师温柔一点，所以就是很小心的切，可能一切到一点点，或是尽量就只切半边，让另外一面保持完整，让老师看起来还是觉得自己是很美的。经过漫长的3小时，到了解剖课的下课时间，同学们恭敬地向大体老师敬礼告别。谢谢老师。其实俊明生前并没有来得及亲自签好捐赠大体同意书，而是在临终前才由家人做最后的确认。然后妈妈就说，她曾经有听到爸爸说，就是那个大体捐赠，因为那个电视节目好像有报道过这一段。他说，大体捐赠好像不错呢。我就走到爸爸病床前面，我就说，爸爸，我就看着他，我就说，如果你真的我们那个拔管啊没有成功，你真的去当天使的话，你要不要大体捐赠？我就说，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你就眨个眼睛，或是点头一下，让我跟妈妈知道说，你之后如果真的当天使的话，你就是当大体老师。然后爸爸就眨眼睛，我说你确定如果你真的确定，你就再眨一次，他就再眨一次。家人都知道俊明很喜欢人家叫他老师，他生前就是驾训班老师，过世后也是当大体老师哦。对，很喜欢，就陈老师他就说，安暖，然后就开始不一样了哦。如果你就叫他可能阿明啊，或是叫他，他就会觉得你应该叫我陈老师才对。
俊明过世及捐大体的事情，玉蕊一直隐瞒家中的长辈，担心老人家无法承受。我妈妈就会问，我妈说每次都是问那一句：“陈俊明去开车啦。”就这样子，每次是问那一句，然后我都跟她说：“对对对。”然后后来我先生走了嘛，走了以后我也没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年纪那么大了。那时候我先生走的时候，我妈已经83了，然后我爸爸93岁了，所以我就没跟他们讲。但后来也听到俊明的三姐说，哥哥们对捐赠大体不太认同。大哥啦，大哥是觉得说他不忍心说一下子，哎呀，说一下子就从同院就直接到那边，他们看不到他。但是三姐本人是赞同的，因为这种是很好的事啊，大爱的事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把一个那个人间就留给人间嘛，好，我觉得在躯体也没有用。对呀对呀，人说就是借来的啊，身体都是借来的，当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都空空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了。没关系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总是讲到还是会不爽。啊是，嘿。而朋友对于俊明当大体老师的反应，大多是不舍加上敬佩。伊在世有讲哦，讲伊若后摆若往生哦，伊身躯要管在某研究哦，伊捌甲我讲过啦。啊，但是我唔敢问清楚，我听到惊啦，啊，听足惊的，我唔敢问啦。我感觉讲足伟大的，伊有这个勇气，我感觉足伟大的，是安尼啦。他老婆说他要当大体老师，然后我们都傻了。那时候当然是很不舍啦，因为想说你要去被人家割，然后又要泡1年，又要割1年，那个很苦啊。所以你不讲，还好你讲想这个，真的是很难过。可是这也或许是他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。静下来想的时候，就说啊，反正他的债也还完了，然后他下一生真的会去当老师，因为我这些老朋友都是这样想说，他下辈子一定是当老师，搞不好以后我们下辈子就是他的学生。对啊，这样讲一讲，笑一笑，至少心理上会比较开心。在亲友的思念和不舍中，大体老师整整1学年的授课任期终于到了尾声。今天是大体解剖最后一堂课，同学们的任务是要把大体老师全身缝合好。当然是基于这个我们东方社会本来对往生者就是很尊重哦，那这一个再结合这个医学教育。许家福老师说，缝合不但是外科技巧的学习，同时也表现对大体老师的尊重。当然，我们要学习的绝对不只说这个大体老师这个解剖知识，我们更希望了解他是什么样这种大爱无私的精神。因为学生还在学习啦，当然我们第一个完整是一定要我们怎么来这个重要的器官，我们就是怎么回去。经过长达8小时的轮番上阵，同学们终于把陈俊明的大体缝合完毕，又恢复成他生前完整的样子。而这些未来的医生们也完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第一门专业科目。然后大家一起鞠个躬，谢谢老师吧。谢谢老师。2017年7月24日是国防医学院本届大体老师功成身退的日子，所有的师生和家属一起为大体老师们送行。其实我心里也是有准备啦，但是看到还是会不舍啊。不管30几年的相处中间的酸甜苦辣还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反正也等于算是今天也是算最后一个结束了嘛。对不对？然后以后我就要过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旅程，他也是去过他另外一个旅程了啊，对。学生们把大家合力折的星星与特制的奖牌送给师母。谢谢你们哦，好好学习哦，不要辜负老师哦，好，谢谢。
历经了2年半的等待，陈家人要启程送爸爸回家了。而当了整整1年大体老师的陈俊明，也终于真正安息了。等于一切都圆满了嘛。然后我们接他回来，他也落叶归根了，又可以跟妈妈在一起，所以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安排啦。哎呀，然后现在开始就是我就是真正可以放下，然后过我自己该过的日子了。尘埃落定之后，玉蕊的人生再出发，在小学同学会里又找回了几10个好朋友。所以我们这一班就是一个温玉蕊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王美芳，把我们小学全班的同学全部找到了。因为他做很多事情，他从来都不会在同学面前讲，都是事后我慢慢才知道。就像他这一次这个事情，一般人来讲可能做不到，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班上同学竟然有这种，真的是我没有想到。这个我们真的最钦佩他就是这一点。上天似乎又为玉蕊开了一扇窗，今后会有更多的好友陪伴。这一天是申凯的休假日，玉蕊下厨准备全家一起用餐。忙着做菜的她，嘴上仍不时念着老公。可是他有个毛病，如果他朋友说我煮的好吃，他就会说有什么好吃的，难吃死了，他就这样子。一边吃着晚餐，大家聊起想邀请的来宾名单。这是当初帮我先生换肝的那个谢医师，因为他真的人心仁术，我想说感谢他一下，所以想邀请他。白冰冰，因为我觉得白冰冰她很坚强。寇世勋跟沈海荣，因为以前我跟我先生都8连档，你们中视的嘛，都喜欢看他们2个演的。宋少卿，相声瓦舍的宋少卿，还有相声瓦舍的冯一刚，对，还有李立群，我也很喜欢。女生呢，我喜欢贾静雯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独立性的女子，然后我很喜欢她的给人的正面的感觉啦。然后杨谨华比较突破，就是那时候她演一把青的时候，然后我觉得她的人生演艺的生涯来讲，她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挫折，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很正面的女性。一转眼就到了神秘嘉宾到访的日子，开始新生活的玉蕊决定要让自己今天漂漂亮亮的，特地找了俊明的侄女来帮忙化妆。她可是位专业的新娘秘书呢。这是我御用化妆师。我每次去做媒人啊，还是子琳结婚那时候，结婚地方我都是叫她给画的。玉蕊这辈子化妆的次数，用手指头都数得出来。第6次，第6次化妆。不然我都是素颜，像我做导游20几年，我都是只有擦口红。化完妆，玉蕊开始准备晚上的菜色。牛肉萝卜汤，因为喝汤的话，我半筋半肉是比较好，而且这个是牛鞭肉。今晚煮汤的半筋半肉，正是开牛排馆的老友黄龙兴提供的，口感好又鲜美。给它烧。滚的时候，我再放萝卜下去就好了。还有清蒸蒜头鸡，其实蒜头弄起来蛮香的，因为蒸烂了以后嘛，它会变得绵绵的，蛮好吃的。它这个汤汁有没有拌饭很香，棒。玉蕊还从冷冻库中拿出自制的手工香肠，今晚要招待嘉宾的是麻辣口味。我过年的话有没有？过年前我都会做这个，纯粹用太阳日晒。小的，因为这是我爸爸他传下来的。后面还有韭黄炒牛肉、素蚝油猪螺，以及用自家辣椒酱调味的辣炒笋丁。很快的，手脚利落的玉蕊将今晚的菜色全上了桌，却马上遇到一个难题，只好询问拍摄小组意见。有一件这个啦，旗袍要不要？我觉得这件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可以吗？这件呢？就是旗袍啊。难题终于解决，来宾也马上就要到了。
穿着优雅旗袍的玉蕊开始紧张起来，有一点想说是谁是谁是谁。我不晓得耶，可我希望他们都能来呀。芷玲倒是老神在在，她期待的客人是杨景华，就很喜欢他。前一天才上完10几个小时班的申凯刚睡醒，没有任何想法。其实没有想法，对，真的没有想法。到底谁会是今晚的嘉宾？是白冰冰、寇世勋、沈海荣、贾静雯、杨景华，还是宋少卿呢？是哪位嘉宾让陈家人这么兴奋？不要走开，稍后马上揭晓。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大体老师陈俊明和他的家人。神秘嘉宾已经现身，结果会是谁呢？答案揭晓，今天的神秘嘉宾是知名演员杨景华，她的代表作品为《拜权女王》《一把青》，也曾3度入围金钟奖女主角奖。就是前阵子也有看到，就是大体老师的这个议题，然后我就觉得冥冥之中，上帝有安排好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彼此来是，就是感觉是互相上课，然后互相成长的感觉。然后我真的很佩服跟敬佩，这一家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决定，然后跟看待生死的一些观念跟看法。大家入座之后，玉蕊开始介绍今晚的拿手菜。这个是麻辣香肠，麻辣香肠，对自己做的，跟你一样辣吗？差不多哦，差不多哦。好 ，OK， 我是辣，不是辣妈，是辣妈，辣妈的妈。然后这个是蒜头鸡，蒜头鸡耶。对，这个是炒猪螺。螺，对螺肉，我超爱吃这个只有那个，这放你前面，澎湖有，其实我很爱。然后这是炒笋子豆干，对，有放一点辣椒哦，是有点辣哦。好，我来一点，你先有一点哦。其实我是可以吃辣的，可是我是怕，因为这妈妈是用朝天椒做的，可是我会呛到。我就放一点点辣椒，我没有放很多。因为我妈妈也是很爱吃辣。是哦，我妈妈重口味呢。很辣吗？很辣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哈，赶快喝水。可是我就加一点而已。下次我一定要带天心来。天心超爱吃辣的，真的，他很会吃辣。听说他结婚那个婚姻也不错啊，非常好。对呀，对啊，真是祝福他嘞。真的。那你呢？你呢？什么时候啊？我最讨厌被问这种问题，对不对？不，赶快夹起来，来。没想到提到好友天心，却被问到这个问题，而杨景华的回应也让芷玲很有共鸣。其实我觉得妈妈最重要的是，只要小孩子快乐，对，就妈妈就 OK 了，然后不要 focus 太多在我们身上就可以了。吃饭，其实内心的 always 是这样。可是你要想想看，你要珍惜，如果没有珍惜，不是，我觉得关心很 OK 啊，过度关心是很不对的行为。当然是这个是好的，因为表示说他们是。对于我们是出自于内心的爱，对，我觉得很 OK， 但是不要太 over 啊。其实我懂，其实我们都在学习啊，像我们小孩子也在学习啊。有时候我们小孩子也会反过来把爸妈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来念，有吧？有啦，有的时候会，有的时候会。其实像我前阵子有听到一个牧师有跟我们讲，他说其实你看我们的家谱。很多就是爷爷奶奶嘛，爸爸妈妈在追小孩子，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像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，说自己小朋友，我们这一辈的人，我们都会反过来变成就是我们好像是我们爸妈的爸妈。我懂你的意思。对，其实我们有时候要退一步，其实我们还是要照那个家谱来嘛。杨景华也分享自己跟妈妈争执的经验。
其实我跟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关系，有时候我也会反过来变成说，我妈妈好像是我的小孩子一样，然后就会觉得说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你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啊，我有什么什么，我这么长那么大，我经验比你丰富什么什么，就会关系就会拉成一条很紧张的一个状态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分开住啊。而且我都常跟我妈讲说，应该让哥哥也出去住。因为我觉得要各有各的家庭会比较好。我就变成孤单老人了。哪里会？我他忙的哦，拜托，找不到他，对不对？几乎。杨锦华也理解芷玲的心情，她曾在外独居10几年，突然回去跟妈妈同住，一时无法适应。因为你已经10几年一个人住了，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进来，然后每天在问你在哪，照三餐打，会有点不习惯。但是在工作疲惫时听到妈妈的问候，觉得特别温暖。你明天要喝什么汤？我煮汤给他。对，那你这么累，你要不要补一下？不要那么累，什么什么的。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所以其实住在家里面的孩子像个宝，真的是一个宝。哥哥是妈妈的宝，没错，真的是很像一个宝。我妈自己就说哦，我好像台佣哦。锦华说自己跟爸爸的关系曾经也很紧张。3年前，他下定决心主动修复和爸爸的关系。对，所以有一段时间，其实那段时间对爸爸会有一些小小的不谅解。好啦，不是小小的，有一些不谅解，没关系，也会有大的不谅解。想说修饰一下，算了。然后在我要受洗之前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要做一些我心里面不想面对的事情，或不敢面对的事情，我要去面对它。所以我就鼓起勇气打了简讯给我爸，说：“请问你哪一天有空吗？可以出来吃饭吗？”不然以前我看到他的时候是能够闪多远就多远。因为锦华觉得妈妈很辛苦，总是想要站在妈妈这边，这跟陈家的状况似乎有点像。因为想要保护妈妈嘛，那时候因为爸爸很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就会觉得对。可是其实后来想想，其实爸爸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疼，只是我们站在妈妈的角度啦。因为以前我跟哥哥也都是站在妈妈角度，会觉得爸爸很怎样。对。那但是芷玲说到了父亲，锦华也谈起他在不久前才刚好看到关于大体老师的纪录片。知道我后来也是因为透过那个影片才知道哦，原来有大体老师这一回事。哇，我看到那个影片是那个爸爸非常的不舍。一定会的。对，很不舍。然后我就自己看，然后就是看了就是哇，只要讲到家人就会就很感触哈。对。因为我自己也在想说，那如果今天是我呢？我愿意去做这项的。就是捐赠嘛，然后后来我就问了我很多的朋友，我的朋友答案都很可爱，要不然就是有人回答我说他们比较觉得可以用器官捐赠的，他们觉得那是比较直接快一点，就是可以直接救到需要的人。对，但我觉得这2种都是爱，不一样的啦。这2种不管是大体老师还是器官捐赠，我觉得是不同形式的爱。对，所以我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所以刚刚好就受到你们的邀请。对，所以其实是我要来感谢你们。哦，不要这样说，真的是我要感谢你们。对。那在这2年当中，你们有去，比如说跟爸爸讲话，或者是不行都不行哦。因为他那个，如果说你去看的话，他要把你拉出来给你看，但是因为他防腐，他那外面很多细菌会影响到他的那个。大体所以不行，他是不建议你要看他也是勉为强给你，但是不建议说常常去的话一直动来动去，有没有？是比较不好。接到国防医学院的时候，那个教授跟老师就帮忙推进去，到他们要防腐的地方之前，他就说：“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爸爸哦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讲？”对。然后我们就轮流一个人到前面去跟爸爸说话，然后就我们想跟他讲的话就讲完这样。然后他走的那一天，我们其实都很难过啦。然后之后。就会觉得爸爸好像是去很远的地方旅行，就这样出国去了这样子。然后我会想到他，因为其实现在 FB 很方便嘛，不是都有什么回顾嘛，然后都会贴到爸爸的照片，然后还是会一直想爸爸。我们都会
就是手机拿起来，就是一直看他之前的一些照片来讲，对啊，都会看，对。然后哥哥还会梦到爸爸，真的哦，对，梦到爸爸。我们是比较没有梦到啊，会梦到。哥哥有捐肝呐，对，感应比较强，感应比较强一点。觉得哥哥很伟大。梦到爸爸是什么？就梦到他就是说要我好好的照顾妈妈这样子啊，对啊，就是类似那样的场景。那就是其实也是会想啊，就是你现在你轻松了，你就留了这个烂摊子给我，还是会就是当下就是清醒之后会这样想，对，你轻松了嘛，对，但是在偶像面前，申凯说出了和爸爸之间最难忘的互动。当时他已经决定捐肝给爸爸，两人各自躺在病床上等待手术。问我一件事情，他问我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你会不会后悔捐给我？”我没有讲，我没有回答。那心里就想，你这时候才问这个问题，你会不会有点？对。然后到后来，他那时候人在加护病房，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，就是他还有意识的时候，换我问他一个问题啊，我说，其实我常会想，如果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是我，而不是你，这样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就换他不理我，然后只是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嘛，你就看他很吃力的，就是把头别过去，然后很吃力的把手举起来，然后就是做那种推的动作，对，就说你不要讲了，对，有了，我觉得哥哥还是对爸爸有很多的爱啦，真的，只是很难过吧？当然会啊！你看你在第一时间，你说不管怎么样，没有，因为就是一个，抱歉，不会，非常好，需要吗？好，需要。我用过，好，没关系，你用过的更好。没有，就是该给你的我都给你了，我就这辈子就当还债嘛，对。欠的都还你了，欠的都还你。对，没有啦，没有欠啦，我觉得也没有谁欠谁，只有爱，对啊，付出了，对啊，没有谁欠谁。这样吃都还没有，应该是吃不下了，哇，都凉了，不会，凉了。饭菜虽然凉了，但心是暖的。今晚这有笑有泪的一餐进行到尾声，杨锦华拿出他准备送给陈家的小礼物。也祝福陈家人在走过风雨之后，能够海阔天空。就是有看到很多的感动跟那个爱，然后也很谢谢他们真的邀请我，然后吃这么丰盛的晚餐，然后又很热情，然后看到他们一家人就是互相很彼此的相爱，对我来讲可能是很感动又羡慕。我好高兴啊！今天看到锦华。好棒！这次安排的太棒了，太高兴了。而且他在吃饭中间讲的那些话，我真的很喜欢。他讲的，现在等于算跟小朋友相处都要像朋友这样子，我觉得可能是会比较适合，不要管得太多。我没有想到会是，对，那个让锦华姐姐会过来，对，因为我蛮喜欢她的作品，对，也因为过度的惊吓吧，所以。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感想。锦华姐姐真的是很漂亮。谈论当中，她给我一些比较好的想法，就是要各退一步在家庭的部分，然后这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学习的啦。然后她真的是很 nice 的一个女生，我非常喜欢，感谢。谢谢你喜欢，你很帅，就是你的那个有时候。心帅哈，真的心很帅，来我看看，心帅真的已经会远超过那个外形，心很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灵魂已经就是，因为你的那个到那个
我还没领悟到那个境界。